叶二娘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抢你的孩子吗？是因为有人抢去了我的孩儿，令我家破人亡。我这全是为了报仇。有人抢了你的孩儿，你是为了报仇？正是。我抢了你的孩儿，把他放在少林寺的菜园之中，让少林僧将他抚养长大，授他一身武艺。 那是因为我自己的亲生孩儿也是被人抢了去，由少林僧授了他一身武艺。你不想看看我的真面目吗？你到底是谁？ 是谁？萧远山，你是萧远山？你是我爹？对，孩子，我正是你爹。 把踏面给我。是。萧远山绝笔，萧远山绝笔。孩子，我那日跳崖自尽，谁知竟坠在一株大树之上，竟得不死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死志已去，心中只剩下报仇二字。那天，在雁门关外，10几个中原高手啊，竟杀了你不会武功的娘。孩儿，你说此仇该不该报？ 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怎可不报？凤儿，当日杀你母亲之人，大半已经被我当场击毙。丐帮帮主王建通染病身亡，哼，算便宜了他。只是那个大恶人，带头大哥，现在还活着，而且。 就在这里，此人是谁？此人到底是谁？自己站出来吧！凤儿，那日我和你娘怀抱着你，到你姨父家去走亲戚，不料路经雁门关时。 突然，10几个中原高手跃将出来，将你娘杀死。大宋和契丹素来有仇，互相厮杀本不足怪，但他们却联手来伏击我。凤儿，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？我听智光大师说，他们误信了契丹武士要到少林寺夺取武学经典，所以当年你爹我。 并无夺取少林武学典籍之心，他们确实冤枉我了。好，我萧远山一不做二不休。你们冤枉我，我不能白受你们冤枉。30年来，我隐身少林寺中，将你们的武学典籍瞧了个遍。少林寺的诸位高僧，你们听着，有本事！ 你们把我萧远山杀了，否则的话，少林武功非流入大辽不可。这大恶人当年杀死我娘，还可以说是个误会。可是后来，
他杀了我养父养母，让孩儿蒙受恶名。此人到底是谁？请爹指出来。凤儿，这回你错了。我错了，错了。那乔氏夫妇是我杀的。什么？是你杀的？我苦苦找寻的大恶人，原来就是你！这么说，火烧单家庄，杀死谭公、谭婆、赵贤孙，都是你干的？不错，都是我干的。当年带头在雁门关外杀死你娘的人是谁？他们明明知道，却个个袒护他，就是不肯说出是谁。凤儿，难道还不该杀？凤儿，你可知道，我是扮成你的样子去干的。孩子，这也算是咱们爷儿俩给你娘报仇。少林寺的玄苦大师亲授孩儿武功，10年中寒暑不断，孩儿有今日，多亏恩师栽培，义军连他也不放过。这些南朝武人，个个阴险狡诈，有什么好东西？玄苦是被我一掌震死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杀我爱妻、夺我独子的大仇人之中，丐帮的帮主，也有少林派的高手。他们想永远隐瞒这种血腥的罪过，将我儿子变为汉人，拜大仇人为师，做丐帮帮主的继承人。凤儿，他们这些中原人对咱们的欺辱、冤枉还不够吗？这些人既然是你杀的，便和我杀的也没什么分别了。我一直背负着这恶名，看来并不冤枉。带头大哥是谁？你到底查明白了没有？岂有不查明白之理？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若将他一掌打死，岂不太便宜了他？他就是虚竹的老子。叶二娘，虚竹的老子是谁？你若不说，我可说出来了。我在少林寺中隐伏30年，什么事能逃得过我的眼睛？你们在紫云洞中相会，他叫乔婆婆给你接生，这些事要我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吗？不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长老英雄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高抬贵手，放了他吧！我儿和你公子有八脉之交，结为金兰兄弟。他在武林中有那么大的声誉，年纪也那么大了，要打要杀，你就冲我来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善哉善哉，既造业因，便有业果。虚竹，你过来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！虚竹，
你在寺中24年，我竟然不知，你便是我的儿子。玄慈方丈，你终于承认了。萧老施主，你和令郎分别30多年，不得相见，可你却早已知道他声名鹊起，武功精进，成为江湖第1英雄。我和虚竹日日相见，却始终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儿子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二娘，我已做下双重罪恶，反悔固然无用，隐瞒也无用。只是这些年来，苦了你了。你有苦不能说，那才是真苦。萧老施主，当年雁门关外一役，老衲铸成大错，众家兄弟为老衲包庇此事，又被你一一杀死。今日老衲以死相报，不算晚吧？玄慈大师，你确实该杀。不过，我敬你是一代高僧，我愿意和你一决生死。方丈，方丈，方丈，慕容伯老施主，当年你假传音讯，说契丹高人萧远山要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，以致酿成种种大错，难道你就没有丝毫的内疚吗？阿弥陀佛。方丈大师，你的眼光当真厉害，居然把我认出来了！哼！父亲，你还活着？父亲，你是为我大燕的江山和慕容家的安全才要诈死的吧？不错，慕容老施主，老衲和你曾经交往好多年，素来敬重你的为人。那天你向我告知此事，老衲自然深信不疑。此后，错杀了好人，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。后来听说你英年早逝，老衲好生痛悼。没想到你，慕容老施主，老衲听到你对令郎的劝导，才得知你姑苏慕容氏是帝王后裔，所谋者大。那么你当年假传音讯的用意就再也明白不过了。只是你所图谋的大事并未成功，却白白的害死了许多无辜的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慕容老贼，你这个罪魁祸首，上来领死吧！哼！父亲，诸位英豪，我知道你们不想让我活过今天，但杀母之仇不可不报。我先去杀了慕容老贼，再回来做个了断。
山，是你们父子俩一起上呢，还是我们二老单打独斗，拼个死活呀？哼哼，你我之间深仇大恨，不死不解，这不是较量武艺高下，所以自然是我父子联手齐上，定取你性命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慕容先生，当年听说先生西去，小僧十分悲痛。原来先生隐居不出，另有深意。今日相会，小僧很高兴。在下因家国之故装了回死，让大师挂念了。岂敢岂敢！那年小僧与先生讲武论剑，得蒙先生指点，又承先生以少林寺72绝技要旨相赠，小僧铭感于心。刚才大理的段公子与犬子相斗，是剑气纵横啊！天下第一剑之言，名不虚传嘛。这萧氏父子是欲杀我而甘心，大师，你怎么看？我们是知己好友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？今日之事，不判生死，誓不罢休。哼，接招吧！南慕容，北乔峰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小熊啊，我有一言，你听是不听？哼，任凭你花言巧语，休想叫我不报这杀妻之仇！我方3人敌你父子2人，哼，请问是谁多占胜面？哼，当然是你多占胜面。哼，萧氏父子英明盖世，生平怕过谁来？可是今天想要杀我，哼，却也难得很呐。不如我跟你做桩买卖，我让你来报仇，但你父子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你有什么诡计？只需你父子答应了这件事，便可上前杀我报仇，在下束手待毙，绝不抗拒。我师和富儿也不得上前救援。萧兄，你说我慕容博是哪国人？爹，先杀了他再说。他是哪国人，有什么关系？有。富儿，咱们是哪国人？咱们慕容氏乃鲜卑族人。昔日大燕国威震河朔，打下了锦绣江山，只可惜敌人凶险狠毒，颠覆我邦。我给你取名用一个“父”字，是什么用意？父亲是让孩儿时刻不要忘了祖宗遗训，灭大宋，兴大燕。你将大燕国的传国玉玺取出来，让萧大侠瞧瞧。是。你将大燕皇帝的世袭谱表取出来，让萧老英雄过目。原来慕容先生乃是大燕国王孙呐！哦，失敬失敬。唉，亡国遗民，保住命
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只是历代祖宗的遗训，要兴复江山，我慕容博无能啊。江湖上奔波了半世，始终是一无所成啊。小兄，你说我鲜卑慕容氏意图光复故国，这该是不该？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没什么该不该的。枭雄直言极是，慕容氏若要兴复燕国，须得有机可乘啊！我慕容氏人丁单薄，势力微弱，重建邦国，当真谈何容易啊！唯一的机缘便是天下大乱，四下征战不休啊！哈！原来你捏造音讯，挑拨是非，是想使宋辽生信，大战一场。正是。倘若宋辽之间战争复起，我燕国便可以乘机而动。不错。倘若宋朝既有外患，又生内乱，不但慕容先生复国有望，我吐蕃国也能分一杯羹啊！哼！令郎官居辽国南院大王，手握兵符。倘若挥军南下，占尽黄河以北土地，进可以自立成王，退以长保富贵。那时顺手将中原的群豪聚而歼之，如杀蝼蚁，被丐帮逐出的一口恶气，不也一吐为快吗？哼！你想让我儿为你尽力，你好浑水摸鱼，让你兴复燕国的野心得逞。不错，我慕容氏可见一支义旗，兵发山东，为你大辽呼应。同时，山东吐蕃、西夏、大理三国一时并起，咱们五国瓜分了大宋，亦非难事啊！我燕国不敢取大辽一尺一寸的土地，此事对大辽是大大的有利啊！小兄，你何乐而不为啊？小兄，只要你依了在下的倡议，立即取了在下的性命，替夫人报仇，在下绝不抗拒。慕容老先生，倘若慕容先生甘心就死，那慕容氏大业则更加难成。先生这不是死得轻于鸿毛了吗？大师，此言差矣啊！哦，小兄啊，你隐居江湖数十年，侠踪少现人间，可是萧大侠却英名播于天下，一言九鼎啊！萧大侠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少女，尚肯冒险入聚贤庄求医，所以老朽希望我们能够联手抗宋。在下已筹算许久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！沙姆大仇，怎么能当做买卖来交易？这等肮脏之事，岂是我萧峰所为？此仇能报便报，如果今天杀不了你，就算我父子死在此地，也毫无所谓。素闻萧峰萧大侠才略盖世，实践非凡，不料今日一见，竟是个不明大义、屠城义气的勇夫。真可笑啊，可笑啊！萧峰是英雄豪杰也罢，凡夫俗子也罢，绝不会落入你的圈套，成为你手中杀人之刀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你是大辽的重臣，却只记得父母私仇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如何对得起大辽？你见过边关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吗？你见过宋人辽人妻子离散、家破人亡的情景吗？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，倘若刀兵再起，宋辽铁骑侵入南朝，将会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，又会有多少辽人死于非命？我们打了一个血流成河、尸骨如山，却让你慕容氏伺机兴复燕国。我萧峰对大辽精忠报国，是在保土安民，
绝不是为了杀人取缔、建功立业。善哉善哉！萧大侠宅心仁厚，如此以天下苍生为念，真是菩萨心肠。看这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边看看。没有啊？怎么样？有没有？那边有。走，好，那边看看，走。你躲在这里多久了？施主是问我躲在这里有多久了？不错，问的就是你。我也记不清楚了，不知是42年，还是43年。这位萧老居士第一次来偷看经书之时，我已经来了10多年了。你们呢？没有。继续找。是。好，继续找，继续找。快！后来慕容老居士也来了。哎，你来我去，将阁中的经书翻得乱七八糟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萧居士全神贯注于武学典籍之中，心无旁骛，自然瞧不见老僧。记得居士第一次来借阅的是一部无相节之谱，从那时候起，居士便入了魔道。可惜呀，可惜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萧居士第2次来偷阅的是一部般若掌法，当时老僧就暗自叹息，知道居士由此入魔，越陷越深，心中不忍，便在居士惯常取书之处放了一部《法华经》和一部《杂阿含经》，只盼居士能借了去研习参悟。不料居士沉迷于武功，与正宗佛法却置之不理，将这2部经书撇在一旁，找到了一部伏魔杖法，欢喜的去了。唉，沉迷于苦海，不知何时方能自拔。慕容居士是鲜卑族人，但侨居江南已数代了。老僧本以为你已经沾到一些南朝的文采风流，却不料你来到藏经阁中，将我祖师的威严法语、历代高僧的语录心得一概弃如敝履，挑到了一本拈花指法，便如获至宝。昔人买椟还珠，已一笑千载。2位居士乃当世高人，却也作此愚行。于人于己都是有害无益。慕容老居士比起萧老居士更加贪得无厌。萧老居士研习的不过是少林派的现有武学，而慕容老居士却将少林派的72绝技一一囊括了去，并且抄录了副本，这才重履藏经阁，归还原书。想来这些年之中，居士尽心竭力，意图融会贯通这72绝技，说不定已将其传授给令郎慕容复了。慕容复尚年幼，功力不足，
无法研习少林寺72绝技。你是将它传给一位吐蕃国师了。鸠摩智，你错了，全然错了，次序颠倒，已大难临头了。哼，什么次序颠倒，大难临头啊！老僧之语是危言耸听吗？不是危言耸听，国师，请你将那部《易筋经》还给我吧。易筋经？什么易筋经？老僧的话，叫人越来越难明白了。本派武功传自达摩老祖，佛门弟子学武，乃在强身健体、护法伏魔。修习任何武功之时，总需心存慈悲之念。倘若不以佛学为基，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。吐蕃国师虽是我佛门弟子，精研佛法，但如果不以慈悲为怀，终究不能消除练习这些上乘武功之时所沾染的戾气。本寺72门绝技，每一项绝技都能伤人要害，取人性命，凌厉狠辣，所以需以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。只有佛法越高，慈悲之念越盛，所练之武功才能越高。但修炼到如此高境界的高僧们，却又不屑于去多学那些厉害的杀人法门了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国师用的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吧？以此为根基，少林的72绝技倒皆可运使，只不过有些不伦不类，似是而非罢了。国师自称兼通必派的72门绝技，难道就是这样的兼通法？国师身体里种种迹象，表明你练过逍遥派小无相功之后，又去强练本寺内功秘籍《易筋经》，所以我说你大难临头了。萧老居士，你近来小腹上梁门、太乙两穴，感到隐隐疼痛吧？神僧明鉴，正是这般的。你关元穴上的麻木不仁，近来更加严重了吧？啊，是。这痛楚，10年前只有小指般大，现在已经有碗口般大了。神僧既然知道我爹的病根，还希望慈悲解救啊！不必多礼。施主宅心仁厚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不肯因私仇而伤及宋辽百姓，如此大仁大义。若有任何吩咐，老衲无有不从。施主请起。多谢神僧，多谢了。萧老施主过去杀人甚多，颇伤无辜啊。像乔三槐夫妇、玄苦大师，是不该杀的。老夫自知身受内伤，但年已6旬，独子也长大成人了，死对老夫来说没什么可怕的。但神僧要老夫认罪悔过，却万万不能。老衲不敢让老施主认错悔过，
只是你的内伤是因练少林派武功而起，欲觅化解之道，必须从佛法中找寻。慕容老施主视死如归，老衲本不该多说。但如果我为你指点迷津，令老施主免除了杨白、连拳、风府3处穴道上每日3次的剧痛之苦，你愿意吗？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二位要找我父子报仇，我们在姑苏燕子屋参合山庄恭候大驾。父亲，咱们走。年轻人，你竟然如此狠心，让令尊忍受着彻骨奇痛的煎熬吗？想走，没那么便宜吧？你父亲身患重病，大丈夫不屑趁人之危，放他一条生路不要紧。可你是没有病痛的，那我就领教小兄的高招。阿弥陀佛，佛门善地，两位施主不可妄动。阿弥陀佛。小凤实在是个草莽匹夫，还请神僧恕罪啊！好说好说，老僧对萧施主好生敬佩，大英雄本色为萧峰，当之无愧。家父犯下杀人罪孽，都是因在下而引起的。恳求神僧治疗家父身上之伤，所有罪责都由在下自己领受，万死不辞。老衲已经说过，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，需从佛法中寻求。佛由心生，佛即是觉悟。旁人只能指点，却不能代劳。我想问萧老施主一句话：如果你有治病的能耐，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，你肯不肯替他医治？我让我替慕容老匹夫治病？你嘴里放干净些！慕容老匹夫杀了我的爱妻，毁了我的一生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剁成肉酱。你不见到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便难消心头大恨吗？正是。30年来，老夫日思夜想的，便是报这一桩血海深仇。好，那也容易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父亲！萧老施主，
慕容老施主已经死了，你心中的仇恨可以平了吧？你想去哪儿，这就请吧。我去哪儿啊？我早就没有家了。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，你未能亲手报此大仇，心有余憾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即使你不杀死他，我也不想杀他了。善哉。可是这位慕容少侠伤痛父亲之死，要找你我报仇，却如何是好啊？神僧是代老夫出手杀死他的。慕容少侠要为父报仇，让他前来杀我吧。凤儿，你回大辽去吧，咱们的事情办完了，路走到尽头了。慕容少侠，如果打死了你，萧大侠定会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。如此冤冤相报，何时方了？不如天下的罪孽都归我吧。降龙18掌，果然天下第一。是时候了，该走了。干什么？留下！走。我提着他们跑一会儿，活动活动血脉。我爹没死，你是说再给他治伤？他们内伤太重，须得让他们做归西之眠，再图解救。天下哪有先将人打死，再给人治伤之法？你干什么？
手互握，内息相应，以阴济阳，以阳化阴。王霸雄图，血海深恨，尽归尘土，消于无形。父亲，多谢神僧相救。你二人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，心中可还有什么放不下？倘若适才就此死了，还有什么兴复大燕、报复七仇的念头吗？弟子空在少林寺偷了30年的武功，全是假的，没有半点佛门弟子的慈悲之心。恳请师父收录。你的杀妻之仇，不想报了？弟子平生杀人尚来，倘若被我所杀之人的亲人都来向我复仇索命，弟子死上100次，也不能回报。善哉。你呢？庶民如尘土，帝王亦如尘土。大言不复国是空，复国亦是空。大彻大悟，善哉善哉。求大师收为弟子，更加开导。师父，你们想出家为僧，须得求少林寺的大师们剃度。不过，老衲有几句话，不妨说给你们听听。谨听师父教诲。面门出入，应物随情，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了本实心，实心见佛，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。念念佛心，佛心念佛，欲得早成，戒心自律。静虑静心，心即是佛。除此心网，更无别。三弟，段施主，三弟，三弟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这，大师，我兄弟他这位公子的内力极其深厚，若非如此，那记火焰刀已经取了他的性命。现在已经基本无恙啊。不过要迅速找一个室内静卧。我倒有很好的去处，现在就带他去。弟子愿意皈依三宝，拜在师父门下，在少林寺出家。阿弥陀佛。
善哉善哉。师傅，萧施主，你，师傅，我要见我父亲。萧施主，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行。我父亲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无论如何我要见他。麻烦你通报一声吧。如果我父亲不愿见我这不孝的儿子，我就在这里长跪7天等他出来。若到了7天，他老人家仍然不愿意见我，这就说明我们父子的情谊已断，我也绝不再回来。哎，萧施主，萧施主，庄公子，庄公子，公子，记住师傅。好，多谢。参见公子，参见公子，二位辛苦了。我父亲平安吗？啊，多谢姑娘赐鞭。姊妹，你又胡闹了。我怎么胡闹了？他要我的鞭子，我给他还不行吗？我大理辟处南疆，国小兵弱，难抗外敌，如得与西夏结为姻亲，得以强援，是为保土安民之上策。吾儿当以祖宗基业为重，以社稷子民为重，尽力图之。这是王爷写给西夏皇帝求婚的亲笔函件，请公子到了灵州之后，呈递给西夏皇帝。公子，祝你马到成功，娶得一位如花似玉的公主为大礼。
置我国江山如磐石之岸。对了，我父亲怎么知道我去西夏呢？哈，王爷得知慕容复前往西夏求亲，料想公子也会前去瞧瞧热闹。王爷还吩咐，公子应以国家大事为重，而女私情为轻。哎，这真是知子莫若父啊！朕的亡命我二人随侍公子，听由公子差遣，务须娶到西夏国的公主，否则我二人回去，即便王爷不怪罪，我们也是脸上无光，难以见人呐。我本就不懂武艺，现在又重伤未愈，真气一点都提不上来啊！怎么和天下各路英雄相比呢？大家上马，赶路吧。好，是。公子，前面就是西夏关了，过了关就到灵州了。这。大师，萧峰施主已经在山门外长跪5天了。为何挡道？我国宗藏王子有令，此关关闭10天，8月15后再开。8月中秋前，女过男不过，僧过俗不过，老过少不过，死过活不过，这叫4过4不过。这是什么道理？道理？嘿，老子手里的板斧便是道理，宗赞王子的话便是道理。嘿，你是男子，既非和尚，又非老翁，要过此关，除非是个死人。嘿，有人闯关！哎呀！嘿嘿，原来是个小娃子，滚！别在这瞎捣乱。穆姑娘，婉妹，衙门可以过去，臭男人不行。老子一看你这是小白脸，我就生气，再敢上前一步，把你砸成肉酱。哪来那么多臭规矩？臭娘们，你找死！哎，你放心，婉妹的功夫我领教过。婉妹，三弟，小心伤口！咱哥俩把他撕成2段。别伤我哥哥！
打伤了这么多人，早该受这种惩罚的。恐怕他们下一次再也没有打人的本领啦。婉梅，来，你没事吧？这些日子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想你想的好苦啊。你想我？你为什么想我？你会真想我吗？木姐姐，我可是真的想你。你是我亲妹妹，叫我姐姐就行了，何必加个木字？我为什么是你的亲妹妹啊？你问她。这时候也不方便细说了。哥，怎么这位木姑娘也是你的相好？也不给我引荐引荐？姊妹，不许胡说。她也是你的姐姐。我哪来那么多好福气？哎，你。婉妹，婉妹，你等等我嘛！婉妹，去。婉妹，你抓我干什么？婉妹，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？婉妹，你瘦了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，跟我们在一起有个照应。谁要你照应？没有你，我一个人不也就这么过了？哎，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，你跟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说了又有什么用？好，婉妹，你虽然瘦了些，不过你长得越来越俊了。你是我哥哥，可别跟我说这种话。哎，我说你长得越来越俊，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哎，你为什么着男装上灵州啊？是不是招驸马？嘿，像你这么英俊秀气的少年书生，西夏公主一见到你啊，非爱上你不可。那你为何又要去灵州啊？我是去瞧瞧热闹啊。你别骗我了。父亲让你去做西夏国的驸马，命着姓巴的、姓朱的送信给你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你怎么都知道了？我娘又碰见咱们那个好父亲了，我跟娘在一起，父亲的事我自然是知道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所以你知道我要上灵州，因此特地来瞧瞧我的，是不是？我瞧你干什么？我是想瞧瞧西夏国的公主到底是怎么个没法。我又想瞧瞧咱们大理国的王子是不是能攀上这门亲事。我绝对不会去当驸马爷的。妹妹，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。父亲如果真的逼我，我就逃之夭夭。难道父亲有命，你也敢违抗？我这个呀不叫抗命，我这个叫逃走。逃走跟抗命有什么区别？人家金枝玉叶的公主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你以为我跟父亲一样，见一个爱一个，到最后弄得自己不可开交？我瞧你跟父亲也没什么区别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只不过你没有父亲那么好的福气。救命啊！王姑娘。挂在悬崖边的一棵大树上，一个土拨武士正在砍树。谁也不许过来！别再砍了！
庄帮主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跟什么人有仇？为什么要害人呢？段公子，要我制止这胖子并不难。可是你给我什么好处？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，我全都给你。你快出手，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段公子，我就是要带阿紫姑娘一起离开，你们谁也不许阻拦。你答不答应？阿紫要请二哥治眼睛，跟你走了，那他眼睛怎么办？哼，虚竹能替他治眼睛，我也能想办法治好他的眼睛。这个。完了完了！没想到我月老二在这儿完了！好，我答应你。王姑娘，王姑娘，阿紫，王姑娘，小和尚，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和尚了。你既然是我二姐的儿子，又是我月老二的侄子，既然是我月老二的侄子呢，那功夫自然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如果今天不是你助我们一臂之力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在这里吊上个3天3夜？那个时候的滋味可不好受啊！哎，老三你就知道说瞎话，那怎么可能吊上3天3夜？哎，要是我支持不住的时候，右手一松，把你头发放开，你要不要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啊？王姑娘，王姑娘。这是阴曹地府吗？你这姑娘可真是会胡说八道啊！如果这是阴曹地府的话，那我们岂不是个个都是死鬼了啊？我说姑娘，好端端的你干什么要寻死觅活的啊？你死了是你自己愿意，你差点赔上我兄弟云中鹤的一条性命。云中鹤死了也就算了，哎，就算是我们段老大死了也不重要。可是万一我月老二要是赔上一条性命，那可就大大的划不来了。王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扶你到。不要管我，我不想活了。王姑娘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，徒弟，这云中鹤生性奸恶，你快把他给杀了。不对，安段。哎呀，你师傅，今天全亏了云老四，他救了我的师娘，你的老婆，要不然你这个老婆早就一命呜呼了。月老三，你好。月老二。哎，小师娘，哎呀，你也好啊！我现在是月老二了，不是月老三了。你以后能不能别叫我小师娘啊？多难听啊！哎，月老二，我问你，这位王姑娘为什么要跳崖呀？是不是这个竹竿子惹的祸呀？我和她养。我不对，天地良心呐！云老四他变了，做起好事来了。哎，我们3个人呐，少了叶二娘这个伴儿，心里头他总是这个闷闷不乐。我们呢就出来散散心。走到这里啊，刚好看见一个姑娘，她跳崖自尽，力道之大，云老四又没来得及抓住。哎，我们云老四啊，本来就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，这突然做起好事来，有点那个不太习惯。你奶奶的！我什么时候大发慈悲做起好事来了？云老四最喜欢漂亮姑娘，我看见王姑娘跳崖，我当然舍不得了。我是要把她抓回去，做几天老婆。你奶奶的！我月老二念在大家是4大恶人的情分上，才没有松手。早知如此，我把手松开，让你摔死得了。哎，我说月老二，你本来外号叫做凶神恶煞，是专干坏事不做好事的。你什么时候做起好事来了？是不是你师傅教你的呀？哎，那个吐蕃人为什么要害你们呀？我们4大恶人是西夏国1品堂数1数2的高手，这自然你们是早已久仰的了。这次呢，
我们公主呢招驸马，就派我们一品堂的高手呢四处巡视，不准闲杂人等前来捣乱。可是那吐蕃国的王子他蛮不讲理啊，只许他一个人招，不许别人来招。他派人把守西夏各个要道，我们当然就不乐意了。于是我们就出去和他们大打了一架，打死了10几个吐蕃国的武士啊。哎，王姑娘，我师傅来了，你们就可以做夫妻了，你不用寻死了。你再胡说八道的侮辱我，我就跳下去！哎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王姑娘，不可以啊！岳老三，不许再胡说。岳老二，好，岳老二，别再胡说八道了。不过你这次救人有功，我感恩不尽。下次我真的教你几手功夫啊！去吧。哼，敢做我师娘的人多着呢，还怕少了？你看，这是我小师娘、大师娘，全都是我师娘。讨厌，别再胡说八道了。哎，那个丑八怪真的把阿紫带走了？已经是第7天了，爹，咱们的父子之情就这么了结了吗？王姑娘，今天晚上就委屈你了。段公子客气了，我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哦，进去吧，发什么呆？啊？哦。他怎么这么伤心呢？是不是因为我在少室山令他表哥当众出丑，他还在生我的气呢？王姑娘，王姑娘。千不是万不是，都是我段誉的不是，你千万要多多包涵啊！不要再生气了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跪下好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让人看见了，像什么样子呀？除非王姑娘你不再生我的气，不再介意，我就起来。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啊？我才想王姑娘伤心。一定是我得罪了慕容公子，让王姑娘难过了。下次再碰到他，他打我杀我，我就逃跑，我不再使用什么六脉神剑了。你这个呆子，我只是觉得自己伤心，与你无关。那王姑娘不生我的气了？当然不生了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王姑娘，你到底为什么事情伤心？你告诉我，我尽心竭力，一定帮你办好的。段公子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，我也很感谢你。只不过这件事情你实在无能为力，你帮不了我的。我的确没什么本事。但我二哥虚竹
功夫可是1等1的，而且我跟他是结拜兄弟，亲如骨肉。我求他什么事情，他一定会答应我的。王姑娘，你就告诉我，到底为了什么事情难过？就算这件事情非常棘手，无法挽回，但至少你把事情说出来，心里也会舒服一点呢。他要去做西夏驸马，说什么为了复兴大燕，不能顾及儿女私情。我还以为你是好人呢。我告诉你心里话，你居然幸灾乐祸。我段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！如果我有的话，我发誓，我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的。你不笑话我就好了，谁要你发誓啊？这样吧，我去劝劝慕容公子，叫他不要去西夏做驸马，要他尽快跟你成婚。不，那怎么可以呢？表哥他恨死你了，他不会听你劝的。我会点名他的，我会告诉他，人生世上夫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，情投意合，两心相悦。他和西夏公主素不相识，也不知道他是善是恶，是美是丑。而且一旦决定了变成夫妻，大大的不妥啊！而且我还要告诉他，王姑娘清丽脱俗，温柔贤淑，找遍天下再也遇不到第二个。而且王姑娘对你一往情深，你怎么可以辜负她呢？段公子，你把我说的那么好，你是在讨好我，不是真心话吧？非也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你好的不学，净学油嘴滑舌。我一定不会让慕容公子去做西夏驸马的，让他尽快跟你成婚。你不懂我表哥的心思。在他心里，复兴大燕是天下第一的大事。如果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那就不叫英雄了。他还说，不管西夏公主是什么样的人，他都不放在心上。最要紧的是能祝她幸福大燕。倒也是啊，你表哥一心一意想做皇帝，西夏能够出兵助他复国，这件事真的很为难啊。你放120个心吧，我去做西夏驸马，他做不成西夏驸马，就非得和你成亲。真的？我去抢这个驸马来做。段公子，你对我真好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表哥会恨死你的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啊，他早就恨死我了。可是你刚才还说，不知道那个西夏公主是丑是美，是善是恶，你为了我去和她成亲，太委屈你了。为了你，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为了你，我死都愿意。请原谅我今生今世无法相报，但愿有来生吧。但愿有来生。段公子，段公子，段公子，来，救命啊！来，救命！救命！段公子，段公子，来。
没事吧？大公子，大公子，三弟，公子，公子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，王姑娘她耳环掉在水里，我帮她捞上来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哼！大理段公子前来求亲，令西夏国大感光荣，相信公子一定能够如愿。请随我进城，我们已为公子安排好了住处。那有劳你带路了。公子客气了，请。朱兄，我们在明处，我怕西夏国搞什么鬼呀？明白。我先潜入西夏皇宫，万一情况紧急，我自会出手相助，保护公子。国师，姑苏慕容复也来到了灵州城。他也来了。他的2个手下还出手打伤了属下。真没用！滚出去！段公子，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慕容公子吗？哼，正是我，想请段公子找个地方谈谈。慕容公子盛情邀约，小弟哪敢不奉陪呢？不过，请你先放手吧。哼，现在可放不了手啊！国师，有什么动静？刚才慕容复把大理那个姓段的小子抓走了。你那天晚上跟我表妹说了些什么？这么粗鲁啊！没什么，碰到了就随便聊聊了。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了的就要敢认。好，我不瞒你了。我答应了王姑娘，要劝你不要做西夏驸马。就凭你想阻止我？哼，有可能吗？我会尽力而为。你不喜欢王姑娘吗？王姑娘她对你一往情深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骗得过我表妹，可你骗不过我慕容复。我骗你干什么呢？是你自己想做西夏驸马吧？就编出这些谎话，想骗我上当。你以为我慕容复是3岁小孩吗？你太小看我了。我是一片好心呐，我是希望你和王姑娘成婚，白头偕老啊！别虚情假意了，你不是一直很喜欢我表妹吗？你会希望我们成婚？如果我娶了我表妹，你就可以做西夏驸马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一片诚心的，信不信由你。总而言之，我不会让你娶西夏公主，不能看着王姑娘为你伤心呐。哎，表妹啊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对，这种小人哪能用君子手段？啊！敢更正！看你还敢跟我斗！
看来你果然对他一往情深呢。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清楚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他？这人是我的大对头，你没听他说，他要尽心竭力阻碍我吗？他在少室山逼得我已经很没面子了，我当然不会放过他。少室山的事是个巧合啊，你知道他那点功夫是灵是不灵的。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？以后我在江湖上混，人人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，教我怎么做人。表哥，一时的胜负，你何必挂在心上呢？你既然这么关心他，嫁给他好了，跟着我干什么？表哥，我对你一片真心多少年了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你对我一片真心，在太湖边的小磨坊里，你跟姓段的小子在草堆里干什么？那是我亲眼所见，还有假的吗？太湖边的小磨坊里，那个西夏武士，不错，是我假扮的李延宗。怪不得你现在知道不晚。表哥，好个小磨坊避雨！我到了之后，你们还在鬼鬼祟祟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自己知道。我什么也没做。姓段的伸手摸你的脸，你为什么不躲？冤枉我！你冤枉我！表哥，我祝你如愿以偿，娶西夏公主，再做大燕皇帝。段公子对我一片痴心，我却从来不理他。这次他更是为我而死，我实在是对不起他。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不如和他死在一起，来报答他对我的一往情深。段公子，我和你死在一起。怎么样了？魅珠二剑已经去找了。哎，他们回来了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？主人，四处都找遍了，也没见到段公子。这公子到底去哪儿了？王姑娘，王姑娘，你也被你表哥扔下来了啊！王姑娘，你醒醒啊，王姑娘！段公子，我是真的和你死在一起了吗？我们还没有死啊，我们还活着呢。假惺惺伪君子！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贬低我？明明是你逼王姑娘投井自尽，还假仁假义。我劝你最后把嘴闭上。慕容公子，我和令尊相交多年，互相钦佩。我总算得上是你的长辈吧？你现在这样和我说话，不太礼貌吧？哈哈。失礼失礼，晚辈请您恕罪。好，你既然自认晚辈，我看在你爹的份上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
我们吐蕃国王子既然想做驸马，我是必须帮他。别人，谁也别想。九魔阵，你别欺人太甚。看在我和令尊的交情上，我当然不会取你的性命。但我劝你，快点离开西夏。要是我不走呢？你要是不走，那就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了。段公子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，但是没想到，幸好老天爷有眼。其实我也很喜欢你，但是我心里不能同时有2个人。现在好了，就让那个人去做他的皇帝梦吧。我终于解脱了。你走火入魔了，段公子，只要你不嫌弃我，不记恨我以前对你冷漠无情，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那你表哥怎么办呢？你一直不是都很喜欢你表哥的吗？可他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谁是真的爱我，谁会把我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还重要。你是说我吗？对，在我表哥的一生之中，除了想做大燕的皇帝，别的他什么都不关心，何况是我呢？那哪一天，你表哥突然不做皇帝了，又忽然对你好了，那你把我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？今天我就跟你定下3生之约，如果我3心2意，又怎么对得起你对我的一片深情啊？都是你爹害的我！表哥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是段公子的人了，如果你要杀他，就连我一块杀了好了。不，你要杀就杀我好了。慕容公子，你去做你的西夏驸马，我不再劝阻你了。雨嫣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
你再也夺不走了。段郎，不论是生是死，我都跟随着你。表妹，你嫁了段公子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段公子就会是我的表妹夫，我怎么会害他呢？慕容复，是你爹害了我！段郎，段郎，表妹，段公子，国师，同归于尽了。哼！我们这个世子啊，跟王爷是一模一样，只爱美人，不爱江山。他一定是又和那王姑娘出去了。那也不能到现在还不回来，再晚就误大事了。镇南王千叮万嘱，务必要小王爷把公主娶回去。如果这次不成，我可真没脸见王爷了。哎，我可不可以说句话呀？好，请说。我段大哥的父王想让他娶那位西夏公主。只不过想借这门亲事，西夏大理成为婚姻之国，互相有个照应，对不对呀？不错。至于这位公主的美与丑，这位想做公公的段王爷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对不对？人家公主之尊，就算没有沉鱼落雁之容，姿色总不会太差吧？我倒有一个主意，就算我们找不到段大哥，倒也不耽误。段大哥和王姑娘在江湖上玩厌了，过个1年半载的，总会回大理去的。到时候再跟公主洞房花烛夜也不迟啊！那小王爷不在，怎么能把公主娶回大理呢？姑娘有何妙计？快说来听听。大家看穆姐姐，她女扮男装，不比段大哥美多了。请她去赴明天的宴会，就算席上有千百个英雄少年，哪一个有她英俊潇洒呀？你不说话，能把你当哑巴卖了？钟姑娘这个主意不错嘛，但不要露出破绽。一旦露出破绽，穆姑娘她就危险了。再说。这次天下英雄都来了，我怕穆姑娘的武功。不会的，穆姐姐是段大哥的亲妹妹，亲妹子带哥哥去娶嫂子，有什么不对的呢？又替婆家立下了大功，又讨了父亲的欢心，这不是一举数得的事情吗？不过我还是担心穆姑娘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哥哥？生气了？我说这个干什么呀？她生气了，你看。穆姑娘生气不是为巴先生这几句话。他心里还有别的事情。你对我情深意重，我却没来得及伺候你一天。来世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你
怎么会死在这个恶僧的手下？王姑娘，你可别这么说。老衲虽然是个恶僧，可段公子不是我杀的。难道是我表哥下的毒手？他为什么要这样狠心？还不如让我也死了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揪心。哎！段郎，你没死。我哪能这么容易就死呢？段公子，我错练少林72绝技，走火入魔。要不是你吸取我的内力，老衲这会儿肯定已经命丧黄泉了。我一定要拜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哎，大师，你又何必谦虚呢？我有什么本事救得了你的性命呢？老衲虽然在佛门，可是好胜之心却比常人还厉害。今天这样的结局，其实30年前就已经埋下祸根了，死后一定会下地狱。是我自作自受啊！不过30年呐，30年的武功，30年的武功全废了。大师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大师，你现在不是都已经变好了吗？我今天的武功全是佛祖让我改邪归正，得以解脱的。是佛祖让我改邪归正，得以解脱的。慕容公子呢？对呀，表哥呢？我倒全忘了。老大过去多有得罪，请你们多多原谅我。大师，要不是你把我抓到中原，我也不会认识王姑娘。我应该感激你才是啊。这是你和王姑娘的缘分所致，和我无关。老衲今日一去，和你们就天各一方了。段公子，实在是麻烦你，请替我一定把这部《易筋经》还给少林寺，可以吗？段誉一定办到。那就多谢你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要去我该去的地方。可是贵国王子要向西夏公主求婚，大师难道不去？段公子，我已经是世外贤人了，凡俗事务管不了了。老衲今后居无定所，随遇而安，心安乐处，便是身安乐处。
祝你们白头偕老。告辞了。我们走吧。我呢，现在还不想离开这里。好，如果你不想走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。那我们就待在这里，再没人会打扰我们了。不过啊，我呢是不会让你待在这么脏的地方的。我们走吧。